胡塞与伊朗南北夹击以色列，美国至少30架加油机和双航母打击群开赴中东。伊朗报复无力，以色列完全夺取制空权。以色列继续轰炸德黑兰，空袭2300公里外机场，清除伊朗多位高官。哈梅内伊计划逃往莫斯科，他会成为下一个巴沙尔吗？伊朗认怂求和，愿重启核谈判。乌军袭击俄飞地，牵引无人机首秀打击俄军工厂。乌军猛攻金伯恩沙嘴，击毁俄军弹药库。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中东一场大战引发了全世界的轰动，但就火力军而言，以一止战完全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局。伊朗和胡塞武装的关系大家懂的都懂，在以色列发起雄狮计划后，胡塞武装就高调宣布将与伊朗协同作战，南北夹击以色列，并在放出狠话后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几枚导弹来表明决心。但伊朗和胡塞武装的算盘并没有打响，反而迎来了以色列强烈的报复打击。以色列空军直接安排战机奔袭1800多公里，轰炸了胡塞武装高层会议，当场清除了胡塞武装总参谋长阿卜杜勒·卡迪姆·加马里以及其他10名与会的高层代表。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可见在杀伐果断的以色列面前，放狠话是要过脑子的。相比之下，抵抗之湖的其他几支武装比较识时务，如哈马斯和伊拉克民兵组织始终保持沉默。黎巴嫩真主党更是干脆发表声明称不会介入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则纷纷怒斥真主党：“我们几百亿美元喂了狗。”与不靠谱的胡塞武装相比，以色列的盟友强大而可靠。综合福克斯新闻、美国 ABC 新闻6月16日的报道，在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以后有可能会介入的第2天，美国突然大举增兵中东，其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直接撤离南海，并取消访问越南的计划，目前正向马六甲海峡驶去。尽管美军还没有官宣尼米兹号航母从第7舰队转移至第6舰队的消息，但据推测，尼米兹航母此举很可能是前往中东部署，驰援以色列，目的地可能是阿拉伯海，和在此地执勤的卡尔文森号航母会合形成双航母。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16日援引航空数据追踪网站消息称，自当地时间15日晚开始，至少有30架美空军加油机正穿越大西洋。报道称，这是美国空军一次规模空前的跨大西洋部署。美军航母和这些加油机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支援以色列，另一方面是保护位于伊拉克西北安达巴省的美军基地。在以色列大规模空袭伊朗以后，美军就已开始疏散伊朗导弹射程内的高价值资产。如6月13日的开源航班软件显示，部署在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 RC-135V 和 RC-135W 侦察机均被撤回到了希腊克里特岛。此外，英国也宣布向中东增兵，除派遣战机外，其威尔亲王号航母正驶向波斯湾。但伊朗就是头铁，直接通知美英法3国，声称如果继续协助以色列拦截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将把3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设施全部列为打击目标。伊朗的表态怎么说呢？典型的不自量力。以色列和美英法拉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能碾压伊朗，但伊朗却偏偏同时对4个国家叫嚣，真是不被灭国不甘心啊！那伊朗有叫嚣的实力吗？很明显没有，并且打着打着认清了现实，开始认怂，想让特朗普出面调和，与以色列和谈。在伊朗最新的一轮空袭打击中，虽然有10枚导弹突破以色列铁穹和大卫投石索拦截系统击中目标，这让伊朗信心大增，才有上述的叫嚣言论。但真实情况，伊朗导弹击中的目标价值极其有限，而且其导弹总是因为精度不够，打击了一些不该打击的目标。如据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6日表示，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国务院大楼在伊朗的袭击中受损，又或是特拉维夫南部小城雷霍沃特的魏斯曼大学研究中心被击中，引发了大火。这些袭击显然说明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不仅缺乏方向性，也没有重点，相当于乱扔一通。值得注意的是，伊朗这几天的袭击，其发射导弹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据统计，袭击发生的第1天，伊朗发射了200枚弹道导弹，之后是100枚，接着70枚、50枚，这最新一轮打击仅发射了30枚导弹。截至目前，据以色列官员表示，伊朗的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274人受伤。受伤者中，大部分是拒绝进入地下避难所或抱着侥幸心理大街上乱逛的，而伊朗的伤亡人数则超过了1100人。伊朗的确有很多导弹，但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弹道导弹却没有多少。而且在以色列战机猛烈轰炸以及摩萨德特工的定点清除下，能够使用的导弹发射车、发射架与发射井也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或许在几天后，伊朗的导弹报复行动就可能会因此而终止。以色列方面做出了同样的预测，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就称，预计几天内就能结束战斗，只是与伊朗无弹可用被迫停止不同，以色列是以实现军事目标而结束行动。甚至有消息说，以色列战机在德黑兰上空进行了空中加油，然后随心所欲地进行了轰炸。一旦该消息得到证实，那伊朗真的若出了天际，可以与阿萨德比翼双飞了。与伊朗漫无目的的胡乱打击相比，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极具目标性和毁灭性。以色列明确表示，目前已经摧毁伊朗的120多座导弹发射器，摧毁了其1/3的发射能力。甚至以色列还统计出，伊朗还剩下239个导弹发射器。以色列情报如此精确，可见伊朗已经没任何机会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打击目标目前已从军用目标延伸到了伊朗的能源设施、政府部门，如以军战机先后袭击了伊朗南帕尔斯煤气田、法基尔贾姆天然气厂、波斯湾的坎根液化天然气港，以及伊朗的国防部大楼、警察总部大楼、司法部大楼、情报总部大楼、空军总部大楼、海军总部大楼等大大小小800多处能源和军政部门基础设施。以色列没有任何派出地面部队，却摧毁了伊朗几乎所有的重要部门，实力之强让人震撼。在最新一轮空袭中，以军甚至直接摧毁了伊朗用于宣传胜利的大楼，导致现场直播被终止。另外，以色列对伊朗马什哈德机场和最大雷达制造中心的打击也引起了火力军的注意。据悉，前者距离边境已超过了2300公里，这很可能是近期以军对伊朗发起的最远打击。后者位于南部的设拉子市，专为伊朗的导弹提供核心设备，但他们如今都已在轰炸中燃起大火。当然，这些空袭战果除以军战机的强势外，也离不开摩萨德特工们的情报支持。据中东多家媒体披露，摩萨德花了数月时间，将几百架无人机和大量炸药运进了伊朗，甚至还建造了一些临时的无人机基地，接着用这些武器给伊朗的导弹和防空系统造成重创，极大地助力了以空军袭击。另外，摩萨德特工们的单独行动也极具张力，多次使用长钉等便携式导弹对伊朗关键目标进行清除，让伊朗高级指挥官损失大半。如这2天，伊朗就又有多名高层人员被清除。据路透社报道，德黑兰方面证实，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卡泽米及其副手哈桑·穆哈克格在以色列的行动中身亡。此外，还有无人机部队负责人拉姆雷扎·雷赫拉比将军、军事行动负责人麦哈迪·拉巴尼将军以及警察部队的负责人萨达尔·拉丹等人均在爆炸中被清除。这是伊朗军方遭受到的最新打击。在伊朗高层接二连三被清除的背景下，伊朗国际报道称，德黑兰方面正在和莫斯科沟通，希望伊朗高官能逃往俄罗斯。如有消息说，哈梅内伊的助手就得到了一位俄方高级官员的保证，将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安全的逃生路线。又或是6月14日时，就疑似有伊朗部分军政高层及其家属已乘班机紧急出逃，其中有3架专机分别飞往了俄罗斯南部、阿塞拜疆以及阿曼方向。对此，伊朗官方极力进行否认，但以色列持续的空袭却让火力军想起了曾经的叙利亚局势，同样的突然发起攻势，同样的摧毁首都，不知道哈梅内伊是否会和巴沙尔一样，在俄方协助下逃往莫斯科。截至目前，伊朗内部恐慌正在迅速加剧，伊朗革命卫队中出现了大批失联官兵，其中包括一线官兵、防空单位官兵以及战略机构系统人员。对此，伊朗革命卫队发出了严厉警告，任何擅自脱离岗位或为按时返岗者都将以叛国罪处置。而哈梅内伊全家人则已经躲进了德黑兰东北列瓦赞地区一处地下掩体，而他的另一处藏身之地在伊朗北部与阿富汗交界的地下。由此可见，摩萨德特工们其实早已完全掌握了哈梅内伊的行踪，只是没有下手而已。总之，在以色列多方面的立体打击下，其计划的对伊朗14天结束军事行动很可能会提前结束。据悉，以色列在行动中共设立了3个战略目标，初级目标是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解除伊朗核威胁；中级目标是摧毁伊朗能源经济体，让伊朗的经济倒退20年，最终自我解体；最后是推翻哈梅内伊政权，扶持流亡美国的巴列维王朝继承人里萨·巴列维回国执政，恢复1979年霍梅尼格上台前以两国亲如兄弟的关系。前2个目标目前已经实现大半，而之所以迟迟没有对哈梅内伊下手，纯粹是考虑到美国态度，特朗普不愿将这场战争升级为灭国之战。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同意美国的要求，接受对其核计划的严格限制，以色列的袭击可能很快会结束。欧洲国家也要求伊朗接受这一点。对于特朗普的发言，熟悉情况的白宫相关人士解读称，特朗普主要基于以下5方面考虑：其一，伊朗政权存在，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才会有求于美国，美国也能更好地掌控中东；其二，打仗就要花钱，还要死人，与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冲突；其三，担心哈梅内伊一死，伊朗局势会完全失控，中东地区陷入一片火海，不利于美国的利益；
其次，担心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全球能源价格飙升，美国通胀进一步加剧。其五，推翻伊朗就等于拆掉了俄罗斯在中东最后一根手指。特朗普害怕俄罗斯做出极端行动。但就火力军而言，如果伊朗不去核化，并继续发射导弹打击以色列，那么不排除内塔尼亚胡做出违背特朗普意志的事情，因为去核化关乎着以色列的生死存亡。16日，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 ABC 新闻采访时就坦言称，清除伊朗政权高层有助于结束冲突，可见以色列的决心。似乎意识到与以色列进行非对称作战必然会以悲惨的结局收尾，伊朗副外长14日就发出呼吁，若以色列停止袭击，伊朗愿意恢复核谈判。但以色列没有理会。紧接着16日，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称，如果特朗普总统真心希望通过外交手段阻止这场战争，那么接下来的举措将至关重要。他随后表示，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略，如果不彻底停止对我们的军事侵略，我们将继续反击，并称美国只需打一个电话就能让内塔尼亚胡闭嘴，这或许能为重返外交铺平道路。此外，就连伊朗的总统佩泽什基安也在议会中对外放风，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伊朗上述这些发言实际上就是一种软化的姿态，但如今提出谈判显然晚了，因为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更重要的是，伊朗的核研究所、重水反应堆等地面核系统已被以色列摧毁得七七八八。这种优势情况下，以色列没有理由进行对等谈判。况且哈梅内伊方面也尚未明确态度，这个德黑兰的强硬派大概率不会认同伊朗外交部和总统的做法，特别是像革命卫队这样的伊朗军方一直在高调表示要反击以色列。那伊朗还有实力反击以色列吗？美国战争研究所评估称，伊朗储存有5000枚弹道导弹，能够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弹道导弹约有1800枚之多。若是仅数量而言，这些导弹足以压垮以色列的防御系统。但就像前面说的，伊朗的确有很多导弹，但在以色列的战机猛烈轰炸以及摩萨德特工的定点清除下，能够使用的导弹发射车、发射井与发射架正越来越少。最关键的是，此次以色列发动突然攻势，主要目的是清除伊朗核设施。因此，以色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伊朗深藏地下60米的核设施。这种深度让以色列所有的武器都无能为力，能够将其摧毁的恐怕只有被称为炸弹之王的美国钻地弹 JBU-57AB。但问题是，无论运载还是投掷这种重达14吨的钻地弹，都只能由美国 B-52 或 B-2完成。特朗普又不愿意升级冲突，肯定不愿意把这种大杀器给以色列。当然，火力军也不排除特朗普改变主意，就如当初特朗普不同意崛起雄狮计划，但最后还是选择默许一样。一切都在变化，后续究竟是美国介入，伊朗认输，放弃核武，促成和谈，还是伊朗硬刚到底，被以色列及其盟友消灭？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如果说以伊大战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局，那俄乌战争才是我们最近应该关注的焦点。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博弈，决定着未来世界的根基。据开源情报报道，在乌军最新的打击行动中，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特工再度深入俄境内实施破坏行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行动乌军盯上了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难道乌军想要直接夺下这块肥肉吗？据悉，在当地的科尼斯堡市，乌军于凌晨4点展开行动，直接攻击了俄军的一座工业变电站。从流出的视频看，该电站的冷却剂被快速排出，随后整个设施爆发大规模火灾。有消息说，这座变电站专为附近的俄军部队和军工设施提供电力，现在俄方的供电系统都遭到破坏。截至目前，俄方还没有做出回应，但初步预计，乌军这次行动已给俄军造成了500万美元的损失。加里宁格勒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名义上它是俄罗斯最小的一个州，但其实与俄本土并不接壤，而是临近波兰和立陶宛。俄乌战争开始后，两国都加强了边境防御，特别是波兰，更是在加里宁格勒修筑了近1000公里工事。现在乌克兰突袭该地，自然会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或许接下来他们还会频繁攻击加里宁格勒。此外，经乌总参谋部确认，当天凌晨，乌军无人机还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叶拉布加的无人机工厂。行动中，乌军使用了牵引式的打击模式，用 AR-2 轻型飞机拉着另一架无人机发起联合打击。在投掷完额外的弹头后，无人机便可分开单独行动，再发起新的袭击。这可能是乌军在对俄罗斯后方的空袭中首次发射牵引式无人机，且效果好像还不错。现场流出视频显示，叶拉布加工厂一带已经冒起了浓烟，并不时伴随强烈的爆炸声。尽管此地距离乌克兰超过了1000公里，但已遭到过多次袭击。与此同时，萨拉托夫、利佩茨克和比尔格罗德等地也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空袭，具体损失目前正在清算中。俄军方面则连夜对乌克兰波尔塔瓦地区的克列缅丘格发起了大规模袭击，据称这是全面入侵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袭击发生后，该市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并引发了大规模火灾。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普京与特朗普通话后，美国要求我们不要攻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但随后俄罗斯就对我们在克列缅丘格的能源设施进行了联合攻击。泽连斯基还警告说，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进一步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要求乌克兰不还手的同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俄罗斯最近一次对基辅猛烈空袭，严重破坏了波音公司在乌克兰的一栋建筑，这可真是讽刺。在地面战场，过去一天里，俄乌军队依然在各条战线厮杀，其中乌军在克里米亚和黑海领域发起了新的攻势。据图片报报道，乌克兰特种部队在黑海水域的金伯恩半岛发动突袭，目标直指俄军在这里的一块前沿基地。报道称，乌军率先对当地的俄军武器仓库展开了打击。现场画面显示，这些特种部队成功渗入到俄军附近，并向弹药库中安置了炸药，接着远程将其引爆。俄军基地随即发生爆炸，并伴有连续的巨响。之后，乌军还对俄军的运输工具发起破坏，相继烧毁了5辆军用卡车。俄方对此尚未做出回应，详细的战损数据正在统计中。但这已不是乌军第一次在此地发起袭击了。早在4月底，乌军就有意加强了对金伯恩插嘴的行动。作为克里米亚西侧的要地，这里对黑海战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数月来，乌克兰打掉了多艘俄方的登陆军船，当时的他们正试图向赫尔松一带运输补给。在黑海海上，乌军的无人艇在持续袭击俄军的天然气基地，相继夺回了一些海上控制点。至于克里米亚，更是隔几天就会遭到乌军大规模的空中和海上的联合打击。如这段时间袭击的重点目标是俄军机场，不过有部分专家预计，科什大桥也是乌军要打击的关键对象。前段时间他们在桥底埋设炸药的举动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乌军还会在克里米亚以及黑海发起什么样的行动，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往北走，赫尔松的战线仿佛被冻结了一般。这2天，只有俄第14军一支2栖突击队想强渡第聂伯河到右岸，结果被乌军第40海防旅粗暴劝回，没有丝毫进展。加上乌军这2天还加大了战机的出动频率，让其南部和东部防线固若金汤。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克兰空军一架米格29在飞抵扎波罗尔的俄战区后，随即投掷了2枚美制的 GBU-62炸弹，分别命中了前线俄军的2个临时指挥中心。从披露的画面看，在乌军无人机部队确立好具体位置后，米格29的导弹呼啸而至，先是击中了右边的指挥部，引发至少3起爆炸，紧接着左边的指挥系统也冒起了黑烟，同时伴有强烈的火光，而乌军战机则在出击后返航。这是近3天来俄军在扎波罗热被袭击的第3个指挥部。与此同时，乌克兰情报局的部队则相继摧毁了俄军在扎波罗热的3套防空系统，这也是乌军战机得以频繁出动的重要前提。截至目前，乌军类似的空袭如今已相当普遍。经过升级改造的米格29，加上又有北约情报系统，其隔3差5就会出现在镜头中，这在2024年都是无法想象的。而且据报道，乌克兰5月成功试射并开始批量生产的有损弹道导弹，如今已在扎波罗热方向部署了50枚。据悉，该导弹战斗部重达480公斤，是美国 ATACMS 导弹的5倍，爱国者导弹的3倍，打击精度远超俄军伊斯坎德尔 M 短程弹道导弹，足以突破俄军任何防御体系。接下来我们或许会看到该导弹的精彩表现。在红军村方向，俄军西南突出部目前距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还有3公里。目前乌克兰正沿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边界大规模修建防御工事，包括反坦克壕沟、龙齿障碍物、铁丝网、雷区，以及至关重要的针对 FPV 无人机威胁而设置的地下防御线。整个防御系统被构建成3层。战争研究所援引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少校6月16日的报告称，俄军指挥部正指挥当地俄军以小型步兵群、越野车和摩托车形式，兵分2路发动攻击。一方面继续专注于向西推进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另一部分则试图突破 T0504 高速公路，以求拿下红军村。大诺沃希尔卡方向尚未证实的消息称，在莫克里亚利河袭击事件后，乌克兰已重新占领了费多里夫卡，目前乌军正在其北部与俄军交战。至于北线苏梅和俄边境3州方向，乌军目前已转危为安，甚至还在比尔格罗德和库尔斯克边境对俄军形成了一定的战术优势。如乌军的鲨鱼无人机部队近期成功捕捉到了俄军壁虎和箭石防空系统的身影，接着乌军使用 FPV 投掷数枚炸弹，成功将其击毁。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伊朗最后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